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。我大概已经有3个礼拜没有更新我的视频了。因为实习真的实在是太忙了。今天呢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天。实习呢跟我想象当中的有一点不一样。因为基本上在那个公司做的都是一些打杂的工作。那我也可以理解，因为你在那个公司只待3个星期，所以一般公司呢也不会愿意把非常重要的工作交给你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就是反正也就是3个礼拜，所以说就这样结束了。还有呢，今天也是我在加拿大的整整第2年。所以呢，今天下班以后，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小蛋糕来庆祝一下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个我认为很有意思的话题。中国有一句话叫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当然啦，中国也有一个另外的观点，就是“人之初，性本恶”。让我先来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人之初，就是你们知道初就是开始的意思。那人之初呢，就是人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或者说刚出生的时候。性本善，性呢意思就是本性，然后连在一起呢，就可以解释为，人刚刚出生，人刚开始的时候，本性是善良的。那就是一样的，就是如果是性本恶，性本恶的意思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，是坏的。那到底是性本善呢，还是性本恶？提出这2个观点的呢，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，孟子和荀子。孟子主张的呢是性本善，而荀子主张的是性本恶。那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争论不断。那有些人呢是拥护性本善的，那他们会认为人刚出生非常的纯洁，就像是一张白纸。那人会变坏呢，是因为沾染了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习气，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榜样，让他们变恶的。那性本恶的拥护者呢，他们会认为就是人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是充满欲望的，那是后天的教育，比如说父母的教导，学校的教育，让他们知道了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，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，而且呢也知道了怎么分辨善恶。这就是2种完全不同的观点。我个人呢是更倾向于性本恶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，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3个概念，就是本我、超我和自我。本我是什么呢？本我就是人最原始的欲望，最原始的冲动。就比如说饥饿、生气，包括性欲，都是本我。那超我呢，其实就是社会规范，就是社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做的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。那本我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，就是我想干什么，我的欲望是什么，就是遵循的是快乐原则。而超我呢，遵循的就是道德原则，就是我应该怎么做。在中间的，就是在超我和本我中间的，就是自我。那自我呢，是超我和本我的协调者。他就会在社会规范和人的本身的欲望之间做协调。每个人呢，其实都有本我、超我、自我这3个部分组成的。那有些人的
本我可能多一些，有些人呢超我多一些。就是你会发现本我多一些的人呢，往往看起来都有一点自私这样子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大家就明白了。比如说早上6点钟闹钟响了，超我就会说啊，我应该要起床了，我应该要去上班。所以超我经常会说的2个字就是应该，我应该要做什么。而本我呢就会说啊，我不愿意起床，我不愿意去上班，我想要睡到自然醒。因为本我是一种就是自我的欲望，那人本身的欲望是想让自己舒服的。那自我呢会怎么说呢？自我就会说啊，好吧，这样的话我就再睡10分钟，然后起床去上班。所以它在中间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。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超级喜欢吃蛋糕，那我的本我呢其实是想要每天都吃蛋糕，但是我的超我就会告诉我，你不应该吃那么多的蛋糕，因为蛋糕里面含有的糖分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不利的。那自我呢就会说，好吧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每天都吃蛋糕，我就让自己，比如说1个月，月底的时候，我奖励自己1块蛋糕，这样子，这就是自我在中间起的一个协调作用。那么这个理论跟性本恶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比如说，从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来看，人刚刚出生的时候都是充满欲望的，就是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。那么后来受到了教育以后呢，就知道了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，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本我就受到了约束，而超我呢就开始慢慢的强大起来。那如果没有教育，如果没有社会的规范去约束的话，人就会无止境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恶就形成了。所以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，是不是和性本恶的观点更加接近一点呢？那你们对于这个性本善和性本恶的这2个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欢迎你在留言里告诉我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